我国是世界上亿万富翁最多的国家，却只有不到300架私人飞机，而美国则有超过2.2万架。我国的私人飞机保有量只占全球总量的1%。中国富豪为什么不买私人飞机？难道是飞不起吗？这里是知识天梯。有人说，私人飞机每次起飞都要花掉巨额的费用，其中占大头的根本不是燃油，而是各种各样的使用费，尤其是航线。那么，用一次航线到底要花多少钱？如果私人飞机使用都那么费钱，为什么富豪不用直升机呢？私人飞机真的是富豪必需品吗？私人飞机作为一种高端的交通工具，也是一种财富和身份的象征，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和讨论。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私人飞机并不是想飞就能飞的。私人飞机的购买和使用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因素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航线。航线的规划和管理都需要专业人员根据一定的规则和标准来制定，也是一项非常昂贵和紧张的资源，需要按照市场的供需进行合理的分配和收费。既然航线是一项昂贵和紧张的资源，那么航线的费用到底有多贵呢？首先是航空公司的费用，一般占飞机运营成本的70%以上。以一架波音737-800型的民航飞机从北京飞往上海的单程航线的费用约为20万元，其中包括飞机的折旧、维修、燃油、机组人员、机场服务等方面的费用。机场是飞机的起降场所，需要为飞机的停放、起飞、降落、检查、清洁、供水、供电等方面提供服务和设施。这些服务和设施需要机场投入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维持和更新。机场的费用一般会通过机场服务费、停机费、起降费等向航空公司或飞机所有者收取，约为10万元。其次是空管的费用，空管需要为飞机的飞行安全和顺畅提供通信和协调的服务，一般会通过航路费、导航费、通信费等向航空公司或飞机所有者收取，费用一般占飞机运营成本的10%左右，约为10万元。总计，一架波音737-800型的民航飞机从北京飞往上海的单程航线的费用约为40万元。所以，航线的费用是由多个方面组成的，而且会随着飞机的类型、航程、航班、目的地等因素而有所变化。因此，航线的费用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动态的问题，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。私人飞机航线的费用是多少？和民航飞机的航线相比有什么区别？私人飞机是指由个人或企业拥有或租赁的飞机，用于非商业或非公共的目的，比如旅游、商务、娱乐等。民航飞机是指由航空公司拥有或租赁的飞机，用于商业或公共的目的，比如运输乘客或货物。私人飞机和民航飞机虽然都是飞机，但是在航线的使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。虽然私人飞机的航线只有几千万左右，对亿万富豪来说没什么，但因为航线太复杂，包含的因素太多，所以我国的航线是不允许被私人购买的。一般需要提前向空管部门申请，按照空管部门的安排和指示进行飞行。私人飞机的航线一般是临时的、灵活的、不固定的，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随时更改或取消，而且是按次收费的，每次飞行都要支付相应的费用。民航飞机的航线同样也需要提前向空管部门申请，不同的是，民航航线一般是长期的、固定的、不变的，可以根据航空公司的安排定期执行或调整，所以民航飞机的航线是按年收费的，每年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。私人飞机的航线一般是低优先级的、无保障的，需要根据空域的情况随时调整或放弃，一般是在民航飞机的航线之后进行分配和安排。如果空域拥堵或紧张，私人飞机的航线可能会被延误或取消，而民航飞机的航线则有保障。私人飞机的航线的费用一般比民航飞机的航线的费用更高，这是因为私人飞机的航线需要空管部门投入更多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进行规划和管理，因此空管部门会向私人飞机的航线收取更高的费用，以弥补成本和利润。而民航飞机的航线不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进行规划和管理，
因此，空管部门会向民航飞机的航线收取较低的费用，以促进发展和合作。而一架湾流 G650 型的私人飞机从北京飞往上海的单程航线的费用也大概为40万元，往返就是80万。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内航线。如果是国际航线，或者是更远的航程，或者是更高级的飞机，那么航线的费用就会更高。有没有一种飞行工具可以替代私人飞机，提供更多的自由和便利呢？答案是有，那就是直升机。那么直升机为什么不需要买航线呢？直升机能不能代替私人飞机呢？直升机和私人飞机虽然都是飞行工具，但是在航线的使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。这些区别主要体现在航线的申请和分配上。因为直升机较小，在低空进行，飞行高度一般在2000米以下，也不需要占到客机的航线，飞行速度一般在200公里每小时左右。所以直升机的航线一般不需要向空管部门申请，只需要向地面的直升机场或直升机坪进行预约和登记，就可以进行飞行。直升机的航线是自由的、灵活的、不受限的，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随时更改或取消，也是免费的，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。而私人商务飞机的航线则需要花费很多钱。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，直升机和私人飞机在航线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区别。那么，直升机能不能替代私人飞机呢？直升机和私人客机虽然都是飞行工具，但是在飞行的性能和特点上却有很大的差异。直升机的起降不需要长距离的跑道，只需要一块平坦的空地就可以进行垂直起降，一般可以在城市的中心或者是偏远的地方进行，不受任何时间和地理的限制。私人飞机的起降则需要长距离的跑道，只能在机场或机场附近进行水平起降。直升机的载客肯定比私人客机更少，直升机的载客一般在2到10人之间，取决于直升机的型号和配置，而且乘坐没有客机舒适，因为直升机上一般没有空调、没有餐饮、没有卫生间、没有娱乐、没有隐私。私人飞机的载客一般比直升机的载客更多、更舒适，人数在10到100人之间，取决于私人飞机的型号和配置，而且有舒适的座椅，有空调、餐饮和卫生间等，十分豪华。直升机的优势是起降的条件和场所，航线的申请和分配，航线的费用和收费都比私人飞机更便利，也更省钱，而在载客数量和舒适度方面远不如私人飞机。因此，直升机不能完全替代私人飞机，只能在一定的条件和场合作为私人飞机的补充或选择。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